一个中国男朋友，他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介绍我们两个的关系。我真爱他，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想知道他爱不爱我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新23岁，来自山东，酒吧策划；女嘉宾小杨25岁，来自肯尼亚，留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哇塞，你好高哦！对，你有多高啊180米。哦，180。你有多高啊？净身高181。你没他高啊？他鞋高。鞋。你来中国学什么？我来中国学习汉语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是在酒吧，然后那回是我们要搞一个异国风情的派对，他过来在酒吧做那个舞蹈。你是跳你们国家那个舞蹈，还是跳什么舞蹈？我们国家的。我们有幸欣赏一下吗？可以。来，我先说你在下面好了，还要脱鞋的。你小心点啊。来，给我们来段音乐好不好？好。非洲或者非洲裔的朋友，一到音乐响起的时候，那节奏感全出来了。你们不是搞这派对吗？对。你怎么就把人变成了女朋友了呢？当时在酒吧，然后感觉他跳舞跳得很好，人也倍儿热情。后来私下里加的微信，一直聊着，然后聊着，这怎么了？就男女朋友了啊，就男女朋友了。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？到现在半年了。半年了。现在出问题了是吧？对，出了好多问题。他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们给我介绍，他说我是他的同事，或者我是他的一般的朋友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他的女朋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山东人，然后我现在是属于在天津发展吧。现在天津这个圈就是说，都是一些生意上的朋友，我感觉没必要介绍。这算个理由。这个问题啊，咱过去行吗？我为什么说咱过去？这节目一播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是男女朋友，真的，不是一看就知道了吗？这是男女朋友是吧？我问你一下，这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对。你看现在他说小声音，他不想说大声音大声说，让大家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。是。还有最近我发现了，他有2个手机，还有2个微信，一个存在他的家人、朋友们，然后另一个是他的客户，然后我发现了我存在那个客户的手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做这样。我帮你问啊，哥们儿怎么回事？他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就是通过工作的关系认识家里的微信号是很久以前就有了。你给人转一个群呗，人家在意。我当时就没在乎那么多，毕竟是反正也都经常联系的反正天天2个手机都揣在兜里上班什么也都能看见，但是所以说这么感觉没必要。有的时候我给你的电话，你不接我电话，你说你忙，如果你忙，你不忙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回给我的电话。这小杨对你还挺主动是吧？你们俩关系里面谁主动谁被动？你告诉我。他主动一点。那你喜欢人家吗？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吧？哎呦，你听他说还可以。然后每次我们去玩，去看电影，是我主动去抱他，还有拉他的手然后我抱他的时候，好像他不要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好多人我感觉很抹不开面子，很不好意思。但是我看好多中国人是这样做，
为什么我们俩不能这样做？你们国家这样做吗？对，这样做。啊，那你现在去抱他一下呗。对，你看。哎，你还可以亲他一下。你看他抱我，好像我是他的姐姐或者。你还可以亲他一下，没关系。不是嘴对嘴吗？哎，你看，然后回来吧。你是特别想让他吻你，他不吻，对吧？这我理解。当然你会觉得，这到底我们俩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对，让你心里也不确定，对吧？对，还有我请一些朋友跟我们俩一起去玩。我说这是我男朋友啊，但是他没有承认，他说我是他的普通的朋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当时出去玩的时候全是他的朋友啊，然后就我自己。这怎么了呢？然后我感觉我要是承认的话，他们会拿我开玩笑。我真的丢脸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不是好人啊。但是我们见过第一次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常常去玩，但是确认我们关系以后，什么都变化。好 ，OK， 我问一个问题吧。你们俩是怎么确认的男女朋友关系？他常常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，我们常常也见面，所以我越来越喜欢他。但是你喜欢他？对，我越来越。那你跟他说过做我的男朋友吧？说过吗？是他说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，然后你说过这话吗？微信里说过啊？微信里说。微信里说就不算说了？算。那就是主动你跟人家姑娘说的，你做我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成为了他的女朋友，所以我想看他的家人，他不让我见。我们家是农村的，我父母的思想比较传统啊，然后就是说我忽然给带回家，怕老人接受不了。如果你不主动给他们说话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接受我啊？我真的觉得可能他利用我。他利用你什么呢？对，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他需要我帮助他，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酒吧需要一些人跳舞，那时候他叫我宝贝，他说我是宝贝，请过来帮助我啊。然后如果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我电话，他不想给我说话。明白了，是利用人家姑娘吗？你以前谈过恋爱吧？谈过。这是第几个呀？第2个。第1个为什么分开啊？因为怎么说，那时候是上学认识的啊，然后到后来工作属于异地恋嘛。异地恋。对，就是他们都说喜欢一个人嘛，就2个人喜欢腻咕在一起。你喜欢他吗？应该还可以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跟他腻咕呢？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人在看一样。好多人就是说在关注你啊，在议论你什么的。那你们私底下，比如说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，或者看电影的时候，不是可以靠一靠吗？为什么你也不让他？因为在酒吧的时候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陪客户啊。今天特别有意思，还有帮腔的呢，给你们听一段电话采访，来听一下。家里面能接受小新这个女朋友吗？我们接受不了。家里面父母呀、爷爷奶奶呀，就是思想比较保守，都是传统人，十几八岁了也没听说过谁家有娶过外国媳妇的。但是现在就是小新的女朋友挺希望小新把她带回去，跟家里面的人见见面，得到你们的认可。这事儿不可能。如果他来了，别人不得议论呢？再说了，我妈要了一辈子强，可不能因为这点事儿说是让街坊邻居说闲话什么的。再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外国人语言怎么沟通啊？生活习惯根本都不一样。在我们中国，婆媳关系就是很难搞的。再说娶个外国的，那回来以后这种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啊，那是什么样子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中姑娘不够多吗？是不够选的呀？还娶个外国媳妇儿回来，他怎么想的呀？中国姑娘多好啊，对不对？父母的意思就是意见就是态度比较强硬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，坚决不可能。这是你姐吧？对，所以我说有帮腔的嘛。你听了吗？这是他姐姐的一段话。我听了，我真的难受，现在心里不太好啊，我真的难受。我看出来了，所以你看，
又想试着去恋爱一次，又不敢迈出这个腿，而那一头的姑娘又是那么的热情奔放，所以你们说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说个调查吧，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父母反对的话，差不多将近40%的年轻人都会放手。每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心疼，因为在我自己身边也遇到很多年轻人谈恋爱，都是因为父母反对，然后两个人觉得自己突破不过去，就开始吵架，最后两人分手。很多这种原因分手的年轻人，他们后来遵从父母的话，找了一个父母还觉得不错的人结婚，但结婚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边根本不爱这个人。我能够感受到小新以父母的强烈反对，当然了，第一个可能是外国人，第二个可能也会源于他的年龄还会比你大，因为山东那边好像还有这个风俗。对，所以可能综合原因比较起来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敢于选择你的所爱。但是你才23岁啊，23岁应该是一个敢爱、敢接受、敢承担的年龄。父母那边肯定有矛盾，即使你找了一个中国姑娘，也有可能你父母还是会反对，有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原因，有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那个姑娘性格的原因。婆媳关系不是跟国外的媳妇儿有婆媳关系，国内的婆媳关系也很严重啊，怕什么呢？你都没有尝试过，你怎么知道就不可以？我相信通过你们两个之间彼此的共同的努力，你总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。我的意见呢，算了吧。因为男孩很明显，你是一个优柔寡断、没有主见的人。你看你的第一次恋爱，异地恋，谈了异地之后呢，觉得哎呦困难太大了，就分了。下一次呢还不接受教训，整一个异国恋。你明明知道你如果要走上这条路的话，面临的是什么，可是你还是做选择。你做了选择吧，你又不坚定，是你主动和人家说我们做男女朋友吧，但是在外面又不去承认自己是她的男朋友，明显你就怕，担心朋友议论，担心家里反对。而这种现象的背后，其实是你根本就不坚定。你现在仅仅可能是停留于喜欢、欣赏，但是还真正不到迈出那一步说我爱你。主持人几次问你喜欢不喜欢他，爱不爱他，犹豫一下说还可以，一点也不坚定。希望人家过来救场，希望人家来演出的时候说宝贝儿，可是真正要正式相处的时候，你又退缩了，因为你怕这怕那，瞻前顾后。你这样做的可不道德。如果你真是坚定自己的信心，确定自己是爱他的话，勇敢地迈出一步。如果不是，跟人家说清楚好吗？别弄得不清不楚。女孩别着急，太着急了。如果你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和你在一起的人，你要给他时间的，你要跟他先慢慢处，好不好？你还不是足够的了解他，你仅仅了解的是他好的那一面，没有了解他不好的那一面。只有完全了解这个人，并且可以容忍、包容，甚至于欣赏他的某些缺点的话，再迈出男女朋友的这一步，好不好？别着急，你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。说3点，说对了你就接受，说错了暂且算是我的错。第一，审美；第二，利用；第三，伪善。先说审美，虽然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一定让人愉悦，随之会产生喜欢。但我在你身上我一点也看不到。他刚才拥抱你也好，跟你亲吻脸颊也好，你分明是躲避的。喜不喜欢一眼就看得出。我不止一次的说过，爱情是一门精确的科学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利用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你需要对方来救场。如果来救场的不是一个国外的女生，是一个中国女生，你还敢用那样的方式去利用她吗？你分明知道，因为她不了解我们的风俗文化，她的语言也不够精通，所以你才用那些荒唐荒诞的理由欺骗她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你做得很不当。
而且你刚才你强调说，我是在微信上说你做我女朋友吧，言下之意似乎不是亲口说出我是不需要负责任的。所以你想想你的这些行为做事的方式，是不是在欺骗一个非常天真烂漫的心？第三，伪善，其实你还有点良心，因为你一直没有拒绝。这种没有拒绝，我不能说是不懂拒绝，而是你不忍拒绝。我认为可能是有这样的因素，因为毕竟他这么热情，他这么多次帮过你的忙，所以你不忍拒绝。但恰恰是这种不忍拒绝才造成了伪善。你明明就不喜欢，明明也知道没有结果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别人说呢？你为什么还让他一次次的再陷入进去呢？以至于要跑到这儿来证明你是喜欢他的，你不觉得很荒谬吗？你今天到这儿来，我估计也就是借我们的嘴来告诉他你压根不喜欢他，你自己都没有勇气说出来，要我们来说，你也太丢我们中国男人的脸了吧。我现在非常坦诚地问你一句，你喜欢他吗？我所指的喜欢说得很清楚，男女之间的喜欢，爱情的喜欢，你有吗？你回答我。没有。我其实特好奇啊，既然真那样，为什么还打电话跟家里人说呢？其实就是想让家里人同意也高兴的那种。我感觉得不到家人同意，然后在一起，就好像不会幸福一样。不喜欢和得不到而怎么做，那是两回事啊。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想清楚。你不能说你在行为上面一部分行为是喜欢的，另一部分行为是不喜欢的，最后让我们帮你分析你喜还是不喜欢。自己如果都搞不清楚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，我觉得谁都帮不了你。姑娘，老师们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？下面我建议你少说，让他多说说，好吗？好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因为家里知道现在知道的也挺突然的，加上父母现在的态度也挺坚定的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。我感觉得不到家里人同意的爱情在一起好像是不会幸福的。那你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？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的就是我们一点一点接触，然后跟家里慢慢的沟通。但是现在家里好像挺坚决的。你从来真的爱我吗？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哼，姑娘，这种男人不值得爱。半年的时间还好，离开他吧。两位请回。请关门。正因为这位来自肯尼亚的姑娘的单纯，你才会觉得这样一个男人的这种所谓的，你叫暧昧关系也好，还是叫利用行为也好，还是什么，你才会觉得特别的可恨。他今天来最让我看不起的一点就是以父母为名，以我们的嘴来说分别，这不是一个男人的作为。所以我想我们要跨越的不仅仅是爱情，我们还在跨越生活的一些理念，还在跨越自己的一些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当然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。请开门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即使这臭小子借父母之名，假我们之口，说出了要跟这个女生分手，但是我们今天至少让一个肯尼亚女孩知道了一个隐藏了半年的真相，她在未来的生活里可以跨过这个男人，开始自己全新的一页。我刚才听懂了老师们的说话，
我知道那个小新真不爱我，所以我打算我们分手。分手以后，我还要留在中国，因为中国是很好的地方。我知道可能会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。新年即将到来了，我们应该用掌声祝这位来自肯尼亚的姑娘，在新的一年里翻开她新的爱情的篇章，祝她幸福吧，朋友们。